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闵的投资理财知识大讲堂。今天我们会一口气从入门到精通说清楚市盈率和它的应用。无论你对市盈率有着怎样的了解程度，相信都会从本视频中获益。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市盈率。市盈率指的是公司的股票价格与每股收益之间的比率，它反映了投资者为获得公司一定的每股收益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市盈率越高，说明投资者愿意为公司的每股收益支付的价格越高，当然风险也越高，反之亦然。例如，微软公司在2019年3月31日的市盈率为 30.56， 这意味着投资者愿意为获得微软每1美元的收益支付 30.56 美元的价格。市盈率的计算方法非常简单，它等于公司的股票价格除以每股收益。以苹果公司为例，截至2021年9月30日，苹果公司的股票价格为 142.65 美元，每股收益为 5.1 美元。因此2021年9月30日，苹果公司的市盈率是 142.65 除以 5.1 等于 27.94。市盈率的分类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静态市盈率和动态市盈率。静态市盈率是指公司当前股票价格与过去一年每股盈利的比率。以微软公司为例，截至2021年3月11日，微软公司的股票价格为 231.60 美元，而该公司过去一年的每股收益为 8.05 美元，因此微软公司的静态市盈率为 28.8。 动态市盈率是指公司当前股票价格与未来一年每股预期盈利的比率。以亚马逊公司为例，假设目前亚马逊公司的股票价格为3000美元，分析师预计该公司未来一年每股收益为200美元，那么亚马逊公司的动态市盈率就是 15。 综合来说，静态市盈率是已经实现了的市盈率，如果财务没有作假或出错，准确是必然的。动态市盈率是预估的还没有实现的市盈率，不准确是难免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话，我们所指的市盈率都默认为静态市盈率。市盈率在投资决策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市盈率来判断股票价格是否合理，比较不同公司的估值。如果一个公司的市盈率远高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市盈率，那么这个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被高估，存在估值泡沫。举个例子，2020年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股票价格在一年内飙升了 743%， 但是特斯拉的市盈率在该年达到了1700倍，远高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市盈率。这意味着投资者正在为未来盈利支付过高的价格。反之，如果一个公司的市盈率远低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市盈率，那么这个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被低估，存在投资机会。例如在2020年3月，全球石油行业在当时受到疫情和沙特与俄罗斯油价争端等多重影响，导致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普遍下跌。在这种情况下，荷兰皇家壳牌的市盈率约为5左右，而同行业的美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市盈率约为16左右。这意味着投资者只需要支付5美元来购买壳牌的1美元收益，却需要支付16美元来购买埃克森美孚的1美元收益。尽管壳牌面临了石油价格下跌和需求下降等挑战，但该公司也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全球化的业务布局，并且正在逐步转向清洁能源。而且壳牌与埃克森美孚又处于同一行业，因此壳牌的股价与埃克森美孚相比，被认为存在低估，出现了投资机会。当然，这是单独就当时油气行业的情况做出的投资分析。事实上，当时市场上存在大量被低估的股票，而油气行业在2020年3月的前景又极度不明朗。例如当时的平民神股特斯拉，在2020年3月的收盘价为 34.93 美元，不到2年后的2021年11月，最高价就达到了 414.5 美元。所以在2020年3月的时候，投资油气股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你是否曾经想知道，为什么某些行业的公司股票价格比其他行业的公司高得多？答案就在市盈率的变化。成长性行业的市盈率通常较高，如科技行业，因为投资者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快速增长，并获得更高的利润。而传统行业的市盈率通常较低，如制造业，因为这些公司的增长速度较慢，利润也相对较低。例如，你可能听说过苹果公司的市盈率高达40多倍，
而通用汽车的市盈率只有5倍左右。在分析和比较不同行业的市盈率时，需要结合行业特点、发展趋势以及公司的基本面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另一个例子是网络零售业和传统零售业的市盈率。以亚马逊和沃尔玛为例，根据2021年第4季度的财报数据，亚马逊的市盈率约为 84.44 倍，而沃尔玛的市盈率约为 24.65 倍。这表明投资者对亚马逊未来的盈利前景更为乐观，愿意为每股收益支付更高的价格，而沃尔玛则相对保守，投资者愿意为每股收益支付的价格相对较低。总的来说，网络零售业的市盈率通常较高，因为这些公司的成长潜力更大，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更广泛的市场和更高的收益增长率。与之相比，传统零售业的市盈率通常较低，因为其增长潜力较小，市场份额相对有限，收益增长率也较为稳定。市盈率并不是衡量股票价格合理性的唯一指标，还需要考虑公司的基本面、财务状况等其他因素。其他的辅助指标常见的有以下3种：股息收益率、市净率和 PEG 比率。下面我们分别说明这3个指标都是什么，该如何应用。首先，我们来谈谈股息收益率，它是指每股股票的年度分红额与股票价格的比率，通常以百分数表示。假设投资者持有公司 ABC 的股票，该公司每年派发1美元的股息，股票价格为20美元，那么该公司的股息收益率为 5%， 1除以20等于 0.05。 这意味着投资者在持有这只股票的时候，每年可以获得股价 5% 的现金回报。以 AT&T 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一家美国的电信运营商，也是一家较为稳定的股息支付公司。在2020年5月初，该公司股价约为每股30美元左右，而每股年度分红额为 2.08 美元，相应的股息收益率为 6.9% 左右。与同行业内的其他公司相比， AT&T 的股息收益率较高，可能会吸引投资者的关注和买入。需要注意的是，股息收益率只是一种指标，投资者还需要考虑公司的基本面和未来前景等因素。接着我们谈谈市净率。市净率是指股票价格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它通常用来判断公司的资产价值和潜在的投资价值。若一家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为10美元，而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为15美元，那么它的市净率为 1.5。 如果市净率低于1，则可能意味着公司的资产价值被低估，而股票价格可能也被低估，因此可能是投资机会。反之，如果市净率高于1，则可能意味着市场对公司的前景和资产价值持有乐观态度，但也可能是投资风险增加的信号。以通用汽车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一家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在2020年5月初，通用汽车的股价约为每股22美元左右，而每股净资产为每股 25.08 美元，相应的市净率为约 0.88。 与同行业内的其他公司相比，通用汽车的市净率较低，这可能意味着公司的资产价值被低估，存在投资机会。需要注意的是，市净率只是一种指标，不能作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以苹果公司为例，在2020年5月初，苹果公司的股价约为每股300美元左右，而每股净资产为 23.51 美元，相应的市净率为约 12.75。 不论是与同行业内的其他公司相比，还是与其他行业的公司，比如前面提到的通用汽车相比，苹果公司的市净率都显得过高。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对该公司的前景和资产价值持有较高的期望和信心，因此投资者需要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面和未来前景等因素，以确定是否存在投资机会。最后我们谈谈 PEG 比率，它是市盈率和公司预期增长率的比率，可以帮助投资者衡量股票价格是否合理。如果一家公司的市盈率为20倍，但预计年度盈利增长率为 15%， 那么它的 PEG 比率为 1.33。 如果 PEG 比率低于1，则可能表明该股票价格被低估，而股票有增长潜力。反之，如果 PEG 比率高于1，则可能表明该股票价格被高估，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机会。需要注意的是， PEG 比率只是一种指标，不能作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以亚马逊公司为例，在2020年5月初，亚马逊公司的市盈率约为125倍，股价约为2400美元，预计年度盈利增长率为 38% 左右。
相应的 PEG 比率为约 3.29。与同行业内的其他公司相比，亚马逊的 PEG 比率较高，这意味着亚马逊股票价格可能被高估了，或许并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机会。然而，如果考虑亚马逊的基本面、未来前景和行业地位等因素，亚马逊即使 PEG 比率高达 3.29， 仍不失为一只有潜力的股票。好的，经过前面视频的观看，我们现在来举出一个综合性的例子，看看市盈率在实际投资决策中的实际应用。以下是一些代表性的股票和他们在2020年初的市盈率：苹果公司约为25倍，亚马逊公司约为90倍，谷歌母公司约为26倍，微软公司约为29倍， Facebook 公司约为32倍。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该例子列出了5家公司是科技公司的代表，在互联网行业等领域拥有重要的地位，成长性很高，因此他们的市盈率明显高于其他传统行业如银行、餐饮等行业，这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成长性并不是给予高市盈率的唯一指标，我们还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市场竞争、管理团队等因素。例如，苹果公司市盈率相对于其他高科技公司来说并不高，同时它在手机、电脑等领域拥有领先的地位，同时盈利稳定，财务状况优秀，管理团队实力强大，因此对于长期投资来说，它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好公司。股神巴菲特早在2016年初就开始买入苹果，目前苹果约占巴菲特总持仓的 40%， 而第二位的美国银行只有 10%。 再如亚马逊公司，虽然是盈利非常高，但它在电商、云计算等领域的市场占有率高，成长性强，同时其强大的商业模式和创新能力也是投资者看重的因素。因此，尽管市盈率高，但亚马逊仍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投资标的。对于谷歌母公司，它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和在线广告公司，同时在云计算和自动驾驶等领域也有重要布局，其业务表现稳定，盈利能力优秀。此外，谷歌母公司的管理层团队也备受投资者青睐，因此从多方面考虑，谷歌母公司也是一只值得投资的股票。微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开发商之一，拥有多个领域的业务，如 Windows 操作系统、Surface 平板电脑、Xbox 游戏机、云计算服务等，同时也积极布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其经营表现稳定，盈利能力也非常优秀。微软的股票在投资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也是值得投资的优质股票之一。Facebook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旗下拥有 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 等多个热门应用程序，其用户数量和粘性非常高，广告收入也持续增长，业务表现不俗。但 Facebook 在数据隐私和信息泄露方面曾有过一些争议，也需要注意相关风险。总体而言， Facebook 是一只市值较高、成长性不错的优质股票，但需要仔细研究相关风险因素后进行投资决策。以上综合考虑，如果在2020年初只选出一只值得投资的股票，恐怕苹果公司才是最合适的选择。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情况的变化，对公司的潜力评价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把时间点放到现在，基于微软公司在 ChatGPT 研发企业 OpenAI 上的高额投入，可能微软公司才是最合适的选择。市盈率可以用来在投资组合中平衡风险和回报。投资组合理论认为，通过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资产，可以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提高收益。因此，我们可以将市盈率作为投资组合中股票的选择依据，从而构建风险较小、收益较高的投资组合。举个例子，假设投资者老张有10万美元，想在2020年3月初想要构建一个投资组合，包含3个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苹果公司、谷歌母公司和百事公司。他发现2020年3月2日收盘时，苹果公司的收盘价为 289.32 美元，市盈率为 23.75%， 谷歌母公司的收盘价为 1386.32 美元，市盈率为 27.33%， 百事公司的收盘价为 137.58 美元，市盈率为 15.97%。 基于市盈率的分析，老张可能会选择投资百事，因为它的市盈率较低，意味着投资价值更高。但是
老张也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公司财务状况、行业前景、竞争力等。在这个例子中，如果百世的财务状况不佳，或者行业前景不明朗，那么投资百世可能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因此，老张可以考虑构建一个投资组合，包含3个股票，以实现风险分散。他可以将投资组合中的资金分配到每个股票中，以使其与自己的风险偏好和目标收益相匹配。例如，他可以选择投资 50% 的资金到苹果， 30% 的资金到谷歌， 20% 的资金到百世。这样，老张就可以通过持有多个股票来实现风险分散，同时也能够获取不同股票的收益。假如到了2020年7月31日，老张决定以收盘价卖出全部的股票，那么这一天苹果的收盘价为 425.08 美元，市盈率为 33.87， 谷歌的收盘价为 1487.95 美元，市盈率为 30.87， 百世的收盘价为 137.66 美元，市盈率为 26.27。 老张在苹果、谷歌和百世上的收益率分别为 46.84%、7.36% 和 0.06%， 综合收益率为 26.58%， 不考虑手续费，共挣了 26,580 美元。如果老张当初没有建立投资组合，而是将10万美元全部投资在百世公司上，那么他的收益仅为 66.08 美元。一般来说，市盈率较低的股票可能更具有投资价值，他们的股票价格可能被低估。但是，就像我们在刚才的例子中所说的，市盈率只代表过去，较低的市盈率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会保持同样的收益水平。因此，我们在进行投资时，不能仅仅将市盈率作为选择股票的唯一依据。投资者们可以考虑像老张一样，通过建立投资组合，平衡风险和回报，实现风险分散和收益最大化。在市盈率辅助投资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把握以下3个要点。第一，在使用市盈率进行投资决策时，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选择合适的投资策略。如果你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可以选择购买市盈率相对较低、成长稳定、高分红的股票。例如，可口可乐公司是一家全球知名的饮料制造商，在2021年9月10日收盘时，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价格为 56.12 美元，其市盈率为 30.06%。如果你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投资者，可以选择购买市盈率相对较高、成长性好、前景看好的股票。例如，特斯拉是一家全球知名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在2021年9月10日收盘时，特斯拉的股票价格为 761.83 美元，其市盈率为 251.23%。第二，需要注意，市场整体情况和公司的基本面变化，可能将引起公司的市盈率也随之改变。我们要及时进行调整和调整投资组合。在市场整体处于熊市时，可以选择购买市盈率较低、稳健性强的股票，避免市盈率较高的股票。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从2008年1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苹果公司的股票价格从 194.84 美元下跌到 85.35 美元，跌幅为约 56.22%。百世公司的股票价格从 68.48 美元下跌到 48.50 美元，跌幅为约 29.15%。对比前面提到的，他们在2020年3月2日至7月31日之间的表现，可以发现当时的明星股苹果在大熊市期间的表现远远低于百世的表现。在市场整体处于牛市时，可以选择购买市盈率较高、成长性好、前景看好的股票。例如，在2021年，特斯拉公司的市盈率高达 772.22%， 它拥有高度的技术优势和电动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特斯拉的股价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特斯拉的股价从2020年初的约90美元上涨到2021年9月的约750美元，实现了接近8倍的增长。第三个需要把握的要点，我们在前面的内容也已经有所提及，就是在使用市盈率进行投资决策时，需要注意市盈率并不是唯一的股票估值指标，应注意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例如2021年9月，中国移动的市盈率约为 6.48， 而中国电信的市盈率约为 7.76。 从市盈率角度看，两家公司的估值相差不大，
但是如果投资者深入分析这两家公司的基本面，发现中国移动拥有着更大的市场份额、更强的资产规模和更好的财务状况，而且随着 5G 等新技术的逐渐推广，中国移动的业务增长也有望更快，因此投资者可能会选择投资中国移动，而不是中国电信。市盈率是衡量公司股票价格是否过高或过低的重要指标，但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市盈率的水平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和日本两个市场的市盈率。根据2021年3月底的数据，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盈率为 33.02， 而日本东证指数的市盈率仅为 17.51。 这个巨大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美国投资者更加注重公司的未来成长，而日本投资者则更加注重公司的现有收益。同样的，在欧洲市场，英国富时100指数的市盈率为 19.42， 而德国 DAX 指数的市盈率为 15.68。 这些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市场的经济和投资环境。所以，如果你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中进行投资，需要认真研究当地市场的经济和投资环境，以及不同市场之间的市盈率差异和原因，才能做出更准确的投资决策。市场上经常出现估值泡沫，即市场对一种或多种资产的估价高于它们的实际价值。估值泡沫的出现可以引发市场崩盘或大幅度下跌，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如何识别估值泡沫，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规避风险。估值泡沫产生的原因通常可以归结为两类：基本面和非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有企业业绩不佳、竞争加剧、政策变化等，而非基本面因素则包括投机行为、羊群效应等。基本面估值泡沫的一个实际例子是2018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Chesapeake Energy Corporation CHA 在2018年前的几年业绩不佳，债务负担沉重，加上美国页岩气产量的增加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公司市盈率不断下滑。但是由于能源板块是全球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的增加，部分投资者仍然认为 CHA 具备投资潜力，导致公司的股价仍然被高估。最终 CHA 公司在2019年12月破产申请，随后于2020年4月宣布重组计划，2020年4月被摘牌终止上市。最终 CHA 以新公司的形式于2021年1月重组完成，并改名为 SAG Global Power Holding。 非基本面估值泡沫的一个实际例子是2017年底至2018年初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估值泡沫。由于部分投资者追逐快速获取高额收益的心理和行为，以及羊群效应的影响，比特币和加密货币在2017年底至2018年初经历了一波快速的涨价。然而，这种涨价与市场基本面并不匹配，导致市场进一步发生了投机泡沫。根据 CoinMarketCap 的数据，2018年初加密货币市场总市值为约8300亿美元，而在同年12月底，市场总市值跌至约1400亿美元左右，下跌了约 80%。 这意味着投资者总共损失了近7000亿美元。我们可以从市盈率的角度来识别估值泡沫。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或历史水平时，可能存在估值泡沫。此外，需要注意市盈率的长期趋势，如果它一直保持在高位，那么就需要警惕估值泡沫的可能性。举个例子，2000年初，互联网公司的市盈率飙升至极高水平，如雅虎公司的市盈率曾一度高达600倍。这些公司的股价在市场狂热的追捧下不断攀升，但随后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这些公司的市值迅速下跌。如果当时的投资者能够警惕估值泡沫，避免盲目投资，就能够避免巨大的损失。另一个例子是2019年初，特斯拉的市盈率达到了120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数倍。这种高估值泡沫也引起了市场的担忧，投资者需要警惕这种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在投资中，我们需要警惕估值泡沫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规避风险并获得长期的投资回报。市盈率与公司治理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优秀的公司治理能够提高市场对公司的信任，进而提升公司的市盈率，推高公司的股价。相反，缺乏透明度和独立性的公司治理结构会导致投资者对公司的不信任，进而降低公司的市盈率，
使股价下跌。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2018年发生在 Facebook 身上的一件事情。2018年 Facebook 公司被爆出一起数据泄露事件，导致投资者对该公司的信任度下降。该事件涉及英国数据分析公司 Cambridge Analytica 获取了8700万 Facebook 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居住城市、个人喜好等，并据称利用这些数据来帮助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制定针对性广告。这次数据泄露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谴责，不仅对 Facebook 的声誉造成了重大损害，而且导致投资者对该公司的信任度下降。事实上， Facebook 股价在爆出数据泄露事件后迅速下跌，并在随后几个月中一直处于动荡状态。此外，该事件还引发了监管机构的调查和法律诉讼，使 Facebook 公司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压力。根据 FactSet 数据， Facebook 在数据泄露事件曝光前的市盈率为27倍，但在事件曝光后，其市盈率下降至17倍。这一事件再次说明了公司治理对市盈率的影响。市盈率作为一个衡量股票相对估值的重要指标，其历史发展可追溯至20世纪初。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市盈率一直是股票分析和估值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接下来，我们会简要回顾一下美国股市市盈率的历史进程和当时的代表性股票。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国股市经历了大萧条，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约为20倍。代表性股票包括通用汽车、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市盈率分别为7倍、8倍和11倍。1949年，美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期，股市逐渐回暖。1950年代初期，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约为10到15倍。代表性股票包括 IBM、摩托罗拉和西南航空，市盈率分别为20倍、10倍和14倍。19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股市也随之上涨。1960年代末期，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约为20倍。代表性股票包括 IBM、摩托罗拉和西南航空，市盈率分别为36倍、30倍和29倍。1970年代初期，美国股市出现大幅度下跌，原因包括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此时，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约为7到8倍。代表性股票包括 IBM、惠普和摩托罗拉，市盈率分别为9倍、5倍和10倍。1980年代，美国经济和股市迎来了长期的繁荣期。1980年代末期，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约为15倍。代表性股票包括微软、惠普和摩托罗拉，市盈率分别为40倍、20倍和12倍。1990年代，美国经济和股市再度进入高速增长期，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也逐渐攀升。1990年代末期，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约为30倍。代表性股票包括微软、思科和摩托罗拉，市盈率分别为44倍、45倍和16倍。2000年代初期，美国股市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下跌，这被称为互联网泡沫破裂。此时，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约为25倍。代表性股票包括思科、微软和戴尔，市盈率分别为75倍、51倍和27倍。其中，特别疯狂的是雅虎，其市盈率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曾一度高达600倍。2000年3月，雅虎价格达到最高峰，当时股价为 118.75 美元，市值超过5000亿美元。而在2年后的2002年底，雅虎市值只剩下约105亿美元。与之对应的谷歌公司2000年还没有上市，其真正上市是在2004年8月19日，以每股85美元正式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市值约为230亿美元。谷歌股价最高是在2021年11月达到了约3100美元左右的水平，当时的市值约为 2.1 万亿美元左右。2022年11月 ChatGPT 横空出世，受此影响，谷歌会成为下一个雅虎吗？让我们拭目以待。2000年代中期至末期，美国股市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也一路攀升。2007年，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达到历史峰值，约为50倍。然而，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股市大幅下跌，谷底的时候，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跌至约10倍。此时代表性股票谷歌的市盈率也从高峰时的60倍下跌至10倍左右。201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逐渐复苏，股市也随之上涨。2018年，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约为23倍。此时代表性股票苹果的市盈率为17倍左右，亚马逊的市盈率为150倍左右， Facebook 市盈率为25倍左右，谷歌的市盈率为30倍左右。上面的数据说明了市盈率在股市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变化，同时也显示出市盈率和股市表现之间的关联性。然而，市盈率不能单独作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还需要结合其他指标和公司基本面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在过去1个世纪里，美国股市的发展经历了多次起落，市盈率作为股票估值的重要指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同的经济周期和历史背景会影响股票市场的表现和市盈率的变化。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历史会重演，但历史不会简单重演。投资者在了解了历史背景和市场环境之后，再结合当前的宏观及微观经济形势，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出投资决策。市盈率是衡量一家公司是否被低估或高估的重要指标，但是它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市盈率只能反映公司当前的估值水平，未来的盈利表现是很难预测的。这意味着，即使是盈率低，公司未来的盈利可能也不会像预期的那样高。另外，市盈率还受到公司账务处理方式和行业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并不能单独作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以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为例，特斯拉在过去几年中的市盈率一直非常高，但是公司的未来盈利表现并不总是达到预期。比如在2020年第4季度，特斯拉的净利润低于预期，导致公司的股价下跌。其次，市盈率只考虑了公司净利润，而未考虑其他财务指标。一家公司可能会在未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导致当前的净利润下降，从而导致市盈率升高。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该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不佳。我们用在线零售巨头亚马逊为例，亚马逊在未来可能会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扩张和增加市场份额，这将导致当前的净利润下降，从而使市盈率升高。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亚马逊的未来发展前景不佳，因为公司的规模和市场份额在亚马逊持续的资金投入下，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从而带来更多的利润。为了规避市盈率的局限性，我们可以考虑结合其他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来分析公司的估值。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使用前面提到过的股息收益率、市净率和 PEG 比率等指标辅助分析，而公司的产品创新能力、领导团队等非财务因素也是很好的分析要点。例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者。他领导苹果公司时，推动了多个创新产品的研发和上市，如 iPod、iPhone 和 iPad 等。这些产品的成功推动了苹果公司的持续增长，提高了公司的估值。虽然他已经去世，但苹果公司的管理团队一直在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形成了一种持续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文化，不断的扩大了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重仓苹果的股神巴菲特就非常重视领导团队的能力和素质，认为优秀的管理层是公司成功的关键之一。他曾经说过，我们希望公司的管理层是能够与我们长期合作的人，他们必须有优秀的商业头脑、强烈的道德观念、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为了克服市盈率的局限性，我们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也要随时注意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例如，一些新兴的行业，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正逐渐崭露头角。这些行业具有高度的成长性和潜力，但是由于他们处于行业的早期发展阶段，往往难以产生高额的收益和利润，市盈率也会较低。如果我们仅只关注眼前的市盈率，可能就会与这些未来的苹果、特斯拉、谷歌、亚马逊、Facebook 擦肩而过。例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NVIDIA 在2020至2022年，其市盈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的较高的水平。目前，英伟达公司的市盈率高达97倍，这与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大地位和未来潜力有很大关系。综上所述，
市盈率虽然是一个重要的估值指标，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一家公司的价值，我们应该结合其他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来进行分析。同时，随着市场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寻找新的行业和方向来分析和评估公司的真正价值。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市盈率在不同市场中有着不同的应用情况和特点。现在我们更加综合地讲解一下。在发达市场中，市盈率通常被广泛使用，因为这些市场的企业盈利相对稳定，并且市场的透明度也比较高，数据相对准确可靠。像美国市场，市盈率就是一个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指标。例如，截至2023年3月10日，摩根大通的市盈率为 10.78， 而花旗集团的市盈率约为 6.84， 这些数字就被认为是真实可靠的。而在新兴市场中，市盈率的应用则相对较少，这些市场的数据不够透明，企业盈利也比较不稳定，因此投资者更多的使用其他指标进行投资决策。如印度市场，市盈率的应用相对较少。印度的大型银行 SCSE 在2020年的市盈率为 17.26 倍，但由于该市场的数据不够透明，该市场的参与者会更多采用市净率、市现率和配比率等指标进行分析。此外，在不同行业中，市盈率的应用也会有所不同。把科技行业和传统行业进行对比，就会感觉到它们的明显差异。在科技行业，市盈率常常会比较高，因为这些行业的成长性很强。例如，美国的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在2020年的市盈率为 90.31 倍，而科技行业中的明星公司 Zoom、DocuSign 和 Square 2020年市盈率分别为139倍、299倍和250倍。而在传统行业中，市盈率则可能会比较低，因为这些行业的盈利相对稳定。例如，美国的沃尔玛、可口可乐、麦当劳在2020年的市盈率分别为 22.22 倍、28.5 倍和 34.56 倍。因此，在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市场中，如果想使用市盈率进行投资决策，需要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再结合其他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如何合理运用市盈率进行投资呢？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中也有所涉及。现在我们来一个综合性的全面讲解。首先，我们需要结合公司的财务和非财务指标来分析公司的估值，不能单纯的只看市盈率。例如，可以考虑使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市净率、PEG 比率和股息收益率等指标进行辅助分析，同时要考虑公司的行业地位、领导团队、创新能力等非财务因素。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看2019年底的一些知名公司，如谷歌、亚马逊、特斯拉、苹果、微软的市盈率及市净率、PEG 比率和股息收益率来进行综合分析。第一 ，Alphabet 2019年12月31日，市盈率 27.67， 市净率 4.98， PEG 比率 1.72， 股息收益率0，股价 1339.39 美元。Alphabet 的市盈率较为合理，市场对其未来的盈利能力保持乐观。从市净率来看，其资产较为强劲，但从 PEG 比率来看，成长性稍显一般。另外，谷歌在科技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因此未来依然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总体来说， Alphabet 是一家非常具有潜力的公司。第二，亚马逊公司2019年12月31日，市盈率 86.98， 市净率 20.48， PEG 比率 3.19， 股息收益率0，股价 1847.84 美元。亚马逊的市盈率较高，说明市场对其未来的盈利能力非常乐观。从市净率来看，其资产相对较高，但市盈率过高，存在着估值偏高的风险。而从 PEG 比率来看，亚马逊过高，这意味着投资者可能对亚马逊未来的成长寄予厚望，但由于该股票市盈率过高，投资者需要谨慎分析风险和收益。第三，特斯拉2019年12月31日，市盈率 259.43， 市净率 19.94， PEG 比率 1.77， 股息收益率0，股价 418.33 美元。特斯拉的市盈率非常高，市场对未来盈利极度乐观。从市净率看，市场对特斯拉净资产价值估价较高。特斯拉在太阳能和能源存储领域也有所涉足，但是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综合来看，
特斯拉是一家具有较高风险和潜在收益的公司，需要投资者谨慎投资。额外提示一下，亚马逊、谷歌和特斯拉的股息收益率在2019年底为0，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年并没有向股东支付股息，而是将其利润用于在投资、扩展业务以及进行收购等方面。因此，投资者购买亚马逊和谷歌的股票，主要是为了获得资本增值，而不是股息收益。第四，苹果公司2019年12月31日，市盈率 22.26， 市净率 16.45， PEG 比率 2.09， 股息收益率 1.21， 股价 293.65 美元。苹果的市盈率较为合理，显示市场对其未来的盈利能力乐观但不过分。从市净率来看，其资产和净值较高，但 PEG 比率显示其成长性稍显一般。另外，苹果在智能手机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同时在其他领域如服务、智能家居等领域进行了拓展，而且苹果拥有大量的忠实用户，这使得公司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盈利能力。综合来看，苹果是一家非常稳健的公司。第五，微软公司2019年12月31日，市盈率 27.94， 市净率 11.06， PEG 比率 2.38， 股息收益率 1.38， 股价 157.70 美元。微软的市盈率较为合理，说明市场对其未来的盈利能力比较乐观。此外，微软的市净率也相对较低，这表明其资产价值相对较高。此外，微软的 PEG 比率也显示出其成长性比较平稳。此外，微软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有望在未来实现较为稳定的成长。另外，微软还拥有强大的知识产权和品牌影响力，这也有助于公司稳定盈利。综合来看，微软是一家具有较强稳定性和成长潜力的公司，值得投资者关注。综合分析，如果进行投资顺序排名，从稳健到高风险依次为：苹果、微软、Alphabet、特斯拉、亚马逊。这是基于上述公司在当时的市场地位、财务状况、成长性、估值和风险等因素进行的综合分析。其次，我们需要关注市场的整体情况和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要明白不同类型股票在不同市场条件下的市盈率特点。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大部分股票价格都出现了下跌，但也有一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反而上涨了。这些公司多数是次贷危机的重灾区，银行、高科技之外的其他防御性行业，如消费品、医疗保健、公用事业等。例子一，以消费品行业的可口可乐公司为例，2008年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上涨了 16.25%， 虽然市场整体表现不佳，但可口可乐作为全球最大的软饮料生产商之一，其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广泛的消费者基础，因此在市场波动时仍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此外，公司在新兴市场上的销售增长也帮助了股价的表现。例子二，以医疗保健行业的强生公司为例，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强生公司的股价表现相对较为稳定，全年股价上涨了 3.62%， 这是因为强生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领域，该领域的需求相对较为稳定，而且公司在医疗器械、治疗等领域拥有领先的产品和技术，同时公司还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稳定的股息政策，这些因素也有助于稳定股价。例子三，以公用事业行业的康卡斯特公司为例，2008年康卡斯特公司的股票上涨了 14.2%， 主要原因是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之一，其业务在经济不景气时仍然保持较稳定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因此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此外，康卡斯特公司还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投资拓展了业务范围，也有利于股价的稳步上涨。最后，我们要明白市盈率只是一种参考指标，不能代替对公司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同时也不能保证股票的表现。虽然一些公司的市盈率可能很高，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的股票不值得投资。例如2012年 Facebook 公司上市时，其市盈率高达100倍以上，但随后该公司持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并在广告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如果投资者能够保持理性和长期的投资观念，
并对该公司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们可能会获得高额的回报。然而，如果投资者盲目追求短期的高收益，没有考虑公司的真实价值和未来前景，他们可能会在市场波动中蒙受损失。因此，我们需要始终保持理性和长期的投资观念，不能单纯追求市盈率较低的公司，而是需要对每个公司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综上所述，合理运用市盈率进行投资需要综合考虑公司的财务和非财务因素，并根据市场情况和长期投资观念来制定投资策略。投资者需要不断学习和研究，以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性和深度理解，以获取长期稳健的回报。好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欢迎订阅、点赞、留言、分享，让我们下次见。